无所不在的5间夜标志，宣告泰国大麻产业华丽兴起。曾是世界上对毒品犯罪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过去光种大麻就可能坐上15年牢，现在的泰国却满街都是显眼的大麻 logo， 全国各地有超过6000家大麻店，供货地来自人人的家里。นี่จะเป็นต้นกัญชานะครับที่ทำดอก2 เดือนแล้วก็คือเราจะเอาต้นที่ดีที่สุดในนี้ครับสายพันธุ์ที่ดีที่สุดคือผมจะเป็นคนเทสเองแล้วพอสายพันธุ์ที่ดีที่สุดเราได้ดอกที่ดีที่สุดแล้วเช่นเป็นดอกแบบนี้ครับ原本是影片剪接师的吴会转行当农夫，是因为泰国政府2022年6月将大麻从管制名单移除，正式开启绿色经济作物大门。不用许可，民众只需要上网登记，就能在家无限量的种大麻。像吴这样的种植者，透过泰国政府登记，超过100万人。ตรงนี้นะครับลองจับดูแบบนี้แล้วก็เนี่ยลองดมดูจะได้กลิ่นสายพันธุ์นั้นๆเลยครับใช่จับแค่ตรงใบตรงนี้ก็พอแล้วครับ大麻本身能提取超过100种天然活性化合物，最主要有 CBD 和 THC 2种。CBD 大麻2酚不具精神活性，医学证实有医疗效果，能缓解焦虑和治疗失眠、癫痫等等，一般作为医疗用途。而 THC 4氢大麻酚是主要精神活性物质，使用后能引起快感和幻觉，被大部分国家列为管制药品或毒品。泰国大麻除罪化，仍限制 THC 含量必须低于0.2%，娱乐用途属于非法，政府却没有明定法条，让闭门栽种，难以管控实际用途。แล้วจิตสำนึกต่อสังคมต่อเด็กคือผมก็เป็นคนที่มีลูกถ้าถามว่าผมต้องการให้ลูกผมสูบกัญชาหรือคือผมบอกเลยมันไม่เวิร์กมันไม่ดีแน่แต่มันดีสำหรับคนที่มีปัญหาครับมันเหมือนมันคือยาคลายเครียดถ้าให้ผมเลือกใช้กัญชากับใช้โตแนกแวลเลียมหรือยานอนหลับเนี่ย当界限被拿掉了，取代而之的是人性的挣扎面。泰国看似自由放任地走在开启新经济的路上，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却难以想象。I think this is better. This is number one. This is my shot. That one number one. 最让我惊讶的地方，绝对是那个大麻店像雨后春笋这样冒出来。你可以看到，你来泰国这几天，可以看到街上有很多大麻店，对不对？先前这个状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台湾人黑熊在泰国创业，旅居14年，政策转变速度之快，连他都震惊。但这就是泰国。百花齐放的街头风气，在泰国观光胜地考山路最能感受。根据当地人透露，2022年开放前就有10家摊贩私下卖大麻，解禁后1年累积店数增加5倍。公开场合处处都有游走法律边界的店，有的店家很大胆，贴出各式大麻品种，不避讳的标榜 THC 成分，26%到最高55%都有。和泰国法规订定的 THC 含量必须低于0.2%，超标至少250倍，却是目前市场的普遍现象。之前可能都是暗地里在销售黑市对，然后有些可能比较热闹的店，外国人比较多的，他在路上卖，你就付给警察。对，那现在就是你可以看到像中药店、像药草店或像咖啡店，就是一般商店一样，而且俨然就是一个产业链整个都拉出来。This is 100 baht.
for 200 baht. What is different? 100, 200. What is different? Little bit different. More higher? Yeah, higher. For this one is lower, maybe 3 hour or 4 hour, something like that. For this one is 24 hour. 泰国规定，贩售必须拿到政府许可执照，跟具备种植证管控来源。这些摊贩几乎不合法，靠私下给警察黑钱，钻法律漏洞。就算贩售，也明文规定禁止娱乐性质和在公共空间使用。除了刚刚考山路有看到已经相当多的大麻摊贩之外，他们现在甚至已经开放到像是现在这个连通道，算是一个蛮开放的空间，就叫 Plantopia， 里面其实都是贩售大麻相关的周边商品。一家店面只在跑马灯上标志私人区域，但全开放式环境，连玻璃门阻隔都没有。观光客买完大麻就能在座位上使用，整个晚上没有警察取缔过。对我其实来说，其实这是公共空间呢，但是这是我定义的公共空间，它上面也写了一个牌子啊，它写私人空间啊，对，它已经写了，所以说那就是私人空间嘛。它上面写说只有顾客才可以使用啊。啊，对不对？光对公共空间的定义就处在模糊的灰色地带，警察难以执法。显现匆促的开放政策，连长期提倡大麻合法化的倡议者都拒绝这种放纵自由。The biggest problem that I would say with the having it delisted so quickly without the law, the biggest problem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not educating the public in how to have access to it, how to use it safely, what to do, the rules that you need to follow. They are not doing a good enough job. 有的店违规开在学校附近，甚至未成年能透过网络贩售买到高含量 THC 的商品，更别说滥用的社会健康问题正在发生。2021年有3%和大麻相关的急诊入院人数。2022年开放后，已经上升至17%，暴增近6倍，隐形的社会成本难以估计。泰国预估2025年大麻市场价值高达380亿元，但开放仅1年半。解禁后的泛滥，也让泰国新任总理赛塔决定加强管制。2024年1月9号提出新版草案，拟定立法禁止娱乐用大麻，更严格查核大麻店合法证照和取缔公开性使用娱乐大麻的行为，违者最高罚新台币5.3万元。进行娱乐大麻相关的行销活动，得面临1年有期徒刑。大麻提倡者预估最快半年后施行。泰国刺激经济的这步险棋，在变革的路上也得边走边修正。